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从深 V 起哄到技能应援，诚意现象背后，一场正在进化的粉丝文化实验。如果要为长安24季的剧宣现场选出一个名场面，那一定不是宏大的世界观介绍，也不是紧张刺激的权谋预告，而是诚意被一句玩笑式起哄当场击中害羞开关的瞬间。2025年12月16日的剧宣活动上，有粉丝调侃能不能借王劲松老师的深 V 戏服给诚意穿穿。一句话出口，诚意几乎是本能反应般连连摆手，下意识把外套拉链往上拢，耳尖迅速泛红，最后干脆捂脸低头，整个人写满了我不行。短短10几秒的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，瞳孔地震社恐发作傅诗琪的害羞 DNA 藏不住了等词条接连刷屏。有趣的是，这样的出圈瞬间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诚意身上。从2025年3月长安24季杀青现场被粉丝一句哥哥喊得低头抿笑，手指蜷缩，甚至因小跑害羞而绊了一下，到9月直播时被土味情话轮番攻击，一度露出明显的困惑与无措，再到粉丝直求告白，除了恋爱什么都不想和你谈。他几乎是肉眼可见的脸红失语，像是恨不得原地消失。这些片段共同拼凑出一个高度一致的形象，台上角色锋芒毕露，台下本人却对被撩毫无免疫力。正是这种反差，构成了诚意独特的公众气质，不是精心经营的可爱人设，而是一种几乎无法掩饰的真实反应。这种真实反而成为粉丝情绪投射与互动乐趣的重要来源。但真正值得行业关注的，并不只是害羞名场面本身，而是这些瞬间所引发的连锁反应。围绕长安24季，诚意粉丝果果们发起了一场堪称行业跨界博览会的应援行动。2025年12月初，一项名为技能共享的应援计划在社交平台刷屏。粉丝不刷榜，不控评，而是将各自的专业能力无偿提供给潜在观众。唯一的交换条件是认真观看剧集并给出真实反馈。这份清单的含金量远远超出传统追星的想象边界。3甲医院主治医师提供基础疾病咨询，博士生进行 SCI 论文结构指导，注册会计师解答财税问题，企业高管甚至开放实习与就业机会，生活服务同样硬核，包括1线城市家装设计师免费上门测量，横店追剧专车接送，南京地铁沿线公寓7日免费入住权，以及全国包邮的东北机价。这并非噱头式狂欢，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价值交换。多家媒体将其评价为高质量偶像匹配高质量粉丝的正向样本，也让应援这个长期被污名化的词短暂地恢复了它原本的中性意义。与此同时，粉丝社群内部的文化自造能力也在不断升级。他们将诚意过往角色玄烨的经典台词没用的染青反向演绎，转化为自嘲式口号，并与新角色谢怀安深度绑定，自称有用的染青。安利行为不再停留于热搜与评论区，而是渗透进生活的各个角落。游戏组队时顺手推荐，外卖平台评论里加带剧名，朋友圈用美食照片顺便安利，医生在病房贴小卡片，设计师绘制限定头像，客服在工作对话中使用角色表情包。一种全员超有用染青的氛围逐渐成型。长安24季尚未正式播出，便已形成稳定且活跃的情感共同体。当然，所有热度的前提仍然是作品本身站得住脚。
长安24记在阵容与文本层面具备罕见的稳态结构，刘义军、王劲松、倪大红、张涵予等实力派戏骨齐聚，被网友戏称为中戏教科书级团建。程毅饰演的谢怀安，从县衙主簿起步，以智谋在权力结构中层层推进，其破案逻辑并非凭空开挂，而是借鉴宋代法医宋慈《洗冤录》的真实案例，例如鸡脚印追踪术，让悬疑细节具备学理支撑。权谋线条也被部分历史系学者评价为类似大唐版 MBA 案例分析，人物选择、风险博弈与制度缝隙清晰可辨。这种扎实的文本底盘，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充分空间。在12月17日北京追剧团活动中，程毅与刘义军合唱《我只在乎你》，并当场对粉丝说出“我只在乎你们”，将情绪推至高潮。那一刻，角色、演员与观众的情感界限被短暂打破，成为粉丝口中最具杀伤力的瞬间之一。但与所有高曝光演员一样，程毅也始终处于多重评价的交叉点。就在同一天的剧宣现场，他的生图状态引发争议，脸颊浮肿，妆容出油，被调侃像熬夜通宵，厚底鞋被指增高痕迹明显。现代妆造型被部分声音认为辨识度不足，甚至有扮嫩之嫌。这些讨论与粉丝眼中害羞真诚的程毅，以及剧中冷静缜密的谢怀安形成鲜明对照，也再次印证了一个现实：公众人物从不存在单一形象，只有不断被解读、被投射的多重切面。从一句深 V 的玩笑，到一场覆盖多个行业的技能应援；从外形状态的争议，到角色塑造的专业认可，程毅始终站在话题中心。他的害羞与真诚，意外激发出一种更理性、更具创造力的粉丝动员方式，而围绕他外貌、年龄与风格的讨论，也持续提醒行业演员的价值，终究要回到作品与时间本身。当玩笑散去，热闹回落，真正留下的，或许不是某个名场面，而是一个正在被重新书写的命题。在当下的娱乐生态中，偶像与粉丝是否正在共同探索一种更成熟、更具自我实现意味的连接方式？而答案或许就藏在《长安24记》真正开播之后。